最近 Nvidia 涨了好多好多啊，还没有买的朋友现在高追真的有点危险。但是在我们跟踪关注的10倍股里面，除了 Nvidia 之外，还有一只 Unity。到底 Unity 有没有机会呢？今天我们请了对 Unity 一直有跟踪研究的 Rich 来分享，我也会分享一下 Apple 最新的产品到底对它的股价有什么影响。如果大家对 Unity 或者 Apple 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留到最后了，中间有很多的学习点，大家就算对这2只股票没有兴趣的话，我相信也会收到价值满满的。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股票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马上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收到我们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啊。 Rich， 我记得是在2022年的农历新年前，我设了一个游戏，就是我买了一点 Nvidia， 然后我给他们一笔钱来买他们会觉得涨10倍的股票。我选择的股票呢是 Unity， 一个游戏的开发软件。但是我知道你讲完那个之后的一段时间把 Unity 亏了钱卖掉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你是忍痛亏本把 Unity 卖掉的？首先跟踪了一段时间，做一些深度的研究。当时候呢，我确实是很看好 Unity 的，但是呢，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市场的环境呢不太好，美股也是正处于很高的一个位置，接近于牛山的时候，市场呢非常的疯狂，也是有很多的泡沫。当时候虽然我是亏损了10几%，但是呢，我依然是忍痛的止损掉了。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他买了股票之后，发现那个股票输了钱，他可能呢不舍得走，然后呢去成为了一个鸵鸟。但是呢，七爸爸教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做一个买卖的决定，不是去看你以往买的股票是赚了还是亏了，而是你要去看一些技术的分析，或者是你要看其他的基本面。那虽然当时候呢，我是亏损了10几%。也很幸运，当时候呢，我做了这个果断的决定，及时的止损，才避免了之后的那一个跌幅。最近呢，在20几块那个时候，我又选择重新买回来。为什么20几块你又会买回来呢？那其实有好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是我看到它有些时候出了业绩报告之后呢，不及市场的预期，但是我觉得市场过度的反应，所以呢，导致了它可能在出了业绩报告之后呢，它曾经也是有一幅很大的跌幅。我们可以看到呢，Unity 的股价在昨天呢是跌了15.9%左右，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跌幅。我看了这个业绩报告之后，我倒是觉得它的整体的业绩呢还没到那么差，它也有一些比较亮眼的地方，比如说它的 non-GAAP 是实现了一个首次的盈利，它的各方面基本面呢也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表现。当时候呢，我也是选择相信我自己以往做的一些深度的研究，别人抛售的时候呢，我选择去低位的买入。其实 Rich 每一个季度报告出来都有帮我们的 GMT 同学做分析的，我们可以马上看一下 Rich 在 GMT 当时做的一些季度报告的分析。那虽然 Unity 昨天已经反弹，但是呢，它的股价目前呢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价格。而对于 Unity 的行业和目前在做的一些板块的未来情况，我也是认为它还是有一个未来的潜力。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曾经是有一个我们叫 Morning Star 的一个信号，就是这个阴阳烛。这个 MACD 呢也是有一个反弹的信号的。在出了这个业绩报告之后呢，它的股价呢就在那一天里面涨了接近13%，也是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涨幅。那今天呢 Unity 涨了10几个%，盘前刚才我看还又涨5个%，你觉得这一次 Unity 的升幅会不会持续呢？那现在 Unity 为什么会涨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宣布跟 Apple 有一个合作之后呢，让这个股票开始有故事讲了。Unity Software yesterday got a huge boost, and it's still one of the top trending tickers on the Yahoo Finance platform. Why? Well, basically, it's going to be a partner on the Vision Pro, and so that is good news, seen as good news, and seeing some analyst commentary around this. Morgan Stanley says that Unity is going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new content for the Vision Pro. It's expected to create some apps for the new device, so that's why you saw that big boost to the shares yesterday. 就好像你上一次在 Nvidia 的那个影片里面讲到，只要有故事可
以吸引到财经演员去讲，就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更多人去买入，这个股票呢就会继续涨下去。5月31号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 MACD 的双牛买入的信号，接着呢，在6月1号的时候呢，一个3天的移动平均线升穿了一个18天的一个移动平均线，有了一个黄金交叉的一个信号。这2个信号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聪明钱已经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买入了。但是呢，现在呢，大家要小心 ，RSI 已经超过了70了，已经是一个超买的阶段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在看到新闻之后才选择买入。各位网友如果不清楚这些不同的技术分析的话，在我的选股5部曲这套课程里面有讲解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资讯栏找到连接去了解一下。那整体来说呢，大家不要去听了新闻追着买入，虽然讲故事可能会使到股价继续的涨，但是高追的话还是很危险的。真正聪明的钱其实是一早买入了。我们作为小股民，平时都没有内幕消息，信息是后知后觉的，所以不能够靠听新闻去做买卖的决定。更重要的是看一些技术指标，因为技术指标看的是资金的流动、股价的变动、成交量的变动，给我们的一些买卖信号，这个是个重要的学习点。大家不懂股票的话，千万不要听着人家讲什么，包括我们讲过什么就自己去做买卖，先学好了怎么做基本分析，怎么用技术分析来看买卖信号，这样的话投资赚钱的几率就会高很多了。那为什么 Unity 出了这个新闻之后它反而涨了很多，但是呢 Apple 出了这个新闻之后呢反而它跌了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票的价格。其实苹果的股票价格最近才创了历来的新高，也就是说市场事先已经预期着苹果这个新的产品对它会带来很多的利好的因素，已经偷步的买入了。所以我们看到苹果的 RSI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70，是一个超买的阶段了。然后在投资界里面有一个叫趁好消息出货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好消息出来的时候，那些聪明钱在事先低位的时候买入的，反而是趁着好消息获利离场。所以当这些资金获利离场的时候，苹果的股价轻微了跌了一点点。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产品对 Unity 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对于 Apple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这么多的产品来说，最新的产品算是一个小的产品，对它的影响不是那么多。所以这个产品更加像是一个短炒的概念，而这个短炒的概念正好是趁着好消息出货了。大家要学会选股5部曲，第4和第5步看的是技术分析，千万不要去听新闻或者分析员的意见去买入，特别是千万不要高追买入。那看到现在的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咯，我们下次再见。